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武石家。今天我跟大家演示如何在瓷砖上钻孔，不会裂不会碎，同时要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如何选择合适的钻头。在浴室这样的瓷砖上打孔，一般是为了固定毛巾架，有时要在铺好瓷砖的墙上挂一个小的壁柜。在厨房的瓷砖墙上，有时候打孔要装一个吊钩或者支架，有时候也在地面的瓷砖上要打孔，穿过一个导线或者走水管。总之，家里的瓷砖表面打孔往往是难以避免的。现在我手上有2个瓷砖，这个白色的常用于厨房的墙上，比较厚，10毫米左右。这个灰色的薄一些，只有7毫米左右，一般用于地面的瓷砖。现在我用这个白色的跟大家做演示。我在地上钻孔，比在家里的墙上打孔还会麻烦一些。如果朋友们想在正式的钻孔之前练练手，也可以在这样的地上做比较好。第一步是钻孔定位，用2片纸胶带这样垂直交叉贴上，然后画线定位。准备一个钉子，不锈钢的钉子最好，轻轻的在交叉点上敲击几下，注意一定不要太重，只要瓷砖表面形成一个直径1毫米左右的小坑就可以了。第二步是钻孔开始阶段，关键有4点。第一点是钻机的模式选择，只能选择常用的 drill， 不能选择 hammer， 这是因为大多数的钻机有这样的功能选择。第二点是不能用高速，也不能用最低速，最好选中速。第三点是钻头与瓷砖表面要垂直，如果你觉得有必要，可以找一个90度的角尺做参考。第4点是要选一个合适的钻头，我在演示完再跟大家讲。我现在用这个1/4英寸的钻头，好，这样慢慢的开始，不能掀起，直到表面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圆坑，直径是1/4英寸或者6.35毫米左右，这样开始就不会裂，也不会碎。第3步，正式钻孔的阶段，这一步持续到瓷砖的背面有一点点瓷砖为止，也就是没有完全钻透。这一点也需要掌握关键的4点。第一点是钻头必须垂直，而且压力要均匀。第二点是间歇性的冷却钻头。第3点是可以分阶段的适当的提高钻头的转速。第4点是及时的清理钻孔。这一步持续时间最长，这个10毫米的瓷砖需要3到5分钟左右。这样持续钻一段时间以后，取出钻头冷却一下，再继续钻，这样连续几次就可以了。第4步，钻孔的结束阶段，要调回钻头的转速到中速，而不是高速。如果转速太高或者压力太大，很可能损坏瓷砖的背面，这点很重要，对吧？所以钻孔结束阶段和开始阶段一样的关键，不能急，否则会裂开或者碎。好，知道关键的几点以后，就可以轻松的完成。现在我们仔细来看看钻头的选择。一种是碳化钨的钻头，化学式为 WC， 英文是 Tungsten 或者 Wolfram Carbide， 英文的末氏硬度在9左右。另一种是金刚石钻头，也称为钻石钻头 Diamond， 是末氏硬度标准值最大值10。不管是碳化钨的钻头还是金刚石的钻头，都能用于瓷砖表面钻孔。购买的时候需要看清楚说明，价格也不贵。现在我们来近距离看看刚才钻孔的结果。我跟大家看看图片，这是正面或背面。我一次性完成以后，没有经过任何的表面修理。总的来看，表面看起来不错，没有明显的裂纹，也没有大的碎块。从正面、背面来看，圆孔的圆度也都很好。打孔以后，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承重的需要，选择不同的钉子的安装。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前期视频有关墙上钉钉的详细演示。好，欢迎你留言分享与提问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